嘿，大家伙儿早喽！8月4号，星期五，一周过得真快。今天第3个训练日，轻松跑。这边太阳现在出来以后，就开始温度直线上升，一般最后那几公里也特别艰难，而且心率其实受气温会有影响的。我要是一个匀速跑还好，你看现在我这个手举着相机的话，就会觉得比原来累。今天聊点什么呢？昨天跟大家聊完昨天这个训练的话题，我又翻了翻之前的视频，然后看了看大家伙的评论。刚才这1-2公里，我也一直在想，我都想好了，这期大概其就叫不再是新手的我明白的一些事儿。这个不再是新手，不是说我能跑马拉松了，或者我跑得多快了，而只是单纯的从时间上说。又经历了一段上坡，行，一会儿我跑过这一段路比较繁忙，跑完这一段咱们聊聊这个话题，加油干！哎，今天咱们看看街景啊，简单聊聊这个我的一些不成熟的小观点。首先是幸存者偏差处处都在，我说的不一定您认为对，我只能告诉您说，我说的都被我的经历证实了。我不是一个有运动天赋的人，我也是从180来斤减下来的。我180来斤的时候，我的身高只有1.69米。我总说跑，尽量多跑，或者说尽量想办法变快。有人会说我这个不科学，有人会说你是因为你跑出来了，有人会说如果我不科学训练就硬干的话，现在已经躺在医院里起不来了。这些我觉得可能您内心深处啊其实是明白的，可能并没有像我说的那种说什么都想要或者什么都不想做那么夸张，而是说可能您不觉得不想做这么多，或者觉得说不做这么多不现实。这我是经历过的。原来我看人家跑200多公里、300多公里一个月的时候，我也觉得这对我来说不现实，我得想别的办法，我得用其他的办法去跟他一样。后来我发现那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说你不付出人家的努力就能跟人家一样。伤痛也是，马拉松的运动没有不受伤不疼痛的。你多了不起的运动员也是和伤痛作伴。跑多了就明白这个道理，疼痛是常态，是正常的，它不会让你怎么样的。而且你不疼痛，说明你可能对你的训练强度还不够大。当然了，如果还是那句话，您就锻炼身体，健健康康的，每天快走半个小时，小跑2公里，这都没问题的。但是我其实内心深处相信，每个人无论年老年幼，无论您是什么现在的情况，做任何事情都希望把每一件事情做好的。没有人做一个事情的出发点是我要做不好它。大多数人都是有追求的，只不过有的人觉得这个追求可能对他来说不现实，比方工作压力大，那只能说把这些小火苗压在自己的心里，但是不一定到什么时候有了条件它就生长起来了，对吧？我也是啊，像我这些年跑步很多次受伤或者是心理压力，我可能就放弃了。那我放弃的时候我会怎么说呢？我会说，哎呦，跑步真是不行，跑多了腿就废了，对吧？我也有过受伤很沮丧的时候，但是呢，就像那天我说的，就学校其实教会我的不是知识，更多的是获取知识的方法，还有
判断一个事情、做选择的能力，而这些才是就是在社会生活我们所说的现在社会生活，就是工作、赚钱、成家，对吧？就是这些。然后这些东西呢，会被这些能力所帮助，让你这些东西做得更好，然后也就能够证明你的受的教育或者说你的努力，因为努力和背景都是需要证明的嘛。我不能说证明，我只能说我证实了我说的这个方法和我的一些观点在马拉松这条路上是可行的。就比方说给新手几个建议啊，我对新手受伤的观点是，如果您受伤了就休养，就很新手啊，跑步1-2年之内，如果受伤了影响活动了，就把它养好，然后在好到你认为80%的时候恢复运动就好了。然后另外呢，就是尽可能的多跑。这个其实是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探寻自己的边界。运动让人进步的原因就是你探着了自己的边界。无论是跑马拉松还是练肌肉，练肌肉也一样啊，你把肌肉破坏了，它再生嘛，那你得探到破坏的边界，又不能让它拉伤，对不对？所以我老说尽可能的多跑。然后想办法让自己跑快点，这样跑慢的时候你就会更轻松。这不是为了别的，我一开始想让自己跑快点，主要原因就是我想跑慢的时候更轻松。不同阶段不同的目的，每个人都经历过，我也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每天跑步的时候脚也疼，腿也疼，小腿跑完以后特别的胀，特别的硬，对吧？都能理解。喘不上气来，跑完以后吸气吸深了都咳嗽，对吧？这些都有过，只不过很多人不说，所以我就多说一说这些。事实就是这样的。至于热身、拉伸、力量训练这些，对新手初跑者，我个人认为帮助没有想象的大，因为你还没找到那感觉。你相信我，大家其实都差不多。你就算是长年累月不锻炼，坐办公室，你也不会差太多。你们就说老哥59岁，他48岁开始跑步，我相信他一开始就是跑步，那么胖又当时肯定不可能一开始就今天几组动作，明天去练习健身房强化某一块肌肉，肯定不会的。应该一开始就是在路上跑2步就喘，慢慢跑，然后把肥减下来了就好了，是吧？我希望我其实更多的是想分享给还是想努力跑好的小伙伴们，就是遇到什么事儿都别害怕，因为你要相信你不是一个人，不是你一个人这样，也肯定是大家或者说很多人都这样。这也是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总说多努力的原因，就是我那时候我受伤了或者我不行了，我就想我都这么努力了还这样，那别人肯定更不如我，那我就不慌张了。不慌张是努力路上最好的安慰剂，就不要怀疑自己。很多事情都是被努力或者被驯服的，就像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各种不好的东西都是互相在被驯服，然后慢慢就恢复正常了。而很多其他手段，这就像那种比较极端的科学怪人实验，把一个小生命从出生就放在无菌环境里，那肯定是不行的，除非他一辈子都在这个环境里，受伤、疼痛、疲劳、努力过程中的沮丧都是正常的，好吗？这期抒发一下感情啊，闲聊了，还有一段坡，咱们训练之后再见，加油干，加油干！哎，
8月4号星期五清晨7点18训练结束，第3个训练日。本来今天说跑短点，但是还是跑了一个半程马拉松，但是跑得很慢啊，平均配速5分16，190瓦，跑了1个小时51分钟，心率140，步频195。其实有的时候这种炎热的天气跑得越慢越累，因为你在外边的时间长啊，时间过得越晚，太阳越大。一过7点，这太阳明显就又大了一截。跑到大阪城外圈那块一点遮阳的树都没有的那个地方，真的是有点煎熬。行吧，你看，不管是冬天的寒冷、夏天的炎热，还是轻微的伤病，亦或是呢，比方这段时间就是心情不好，都是可以过来的，都是可以过去的，不能说过来的。对，抱歉。所以呢，跟大家分享我这些不成熟的小经验，或者是至少被我这个身体条件验证的。你们看，就我这种身体条件，说实话，我要是不跑马拉松、不跑步、不锻炼，我就是一个普通人，170、80斤那个时候，你们能想象吗？是不是？那在我如果是那个状态，我肯定是说不行，肯定不行，绝对不行，一定不行，对吧？但是谁知道它就行了呢？我觉得它不会是全是巧合，只能说可能每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我就是分享我这些经历，至少在我身上证明这样走过来是可行的经历。我唯一劝大家的就是，如果您想在马拉松赛场上有不错的成绩，只争朝夕这4个字呢，还是要激进不冒进的去看待这4个字。因为我跑了9年，明年第10年，我可能能摸到240的边儿。但是一个普通人运动生涯又有多少年呢？就是说能够冲成绩的运动生涯又有多少年呢？对吧？因为我们开始的就晚，所以我才说只争朝夕。也许您有更好的秘诀，您有更好的方法，能够事半功倍。我承认我肯定不是跑步的人里进步的最快的，但是我只能告诉您说我这样可以，就仅此而已。行吧，还是在努力的下训的过程中，祝大家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一起加油干，迎接秋天的赛季，好吗？那咱们加油干，明儿见，明天回评论。